谢谢，谢谢你提醒我，不能就这么死去。谢什么？你救了我，我还没说谢谢呢。真正的朋友是不用说谢这个字的。好了，告诉我你的决定吧。我要去一趟骊山。我陪你一起。骊山地宫机关重重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的，更何况你现在的身体，而且那可是秦始皇陵墓啊！我上网查了一下，那个陵墓足足有78个北京故宫那么大，兵马俑都只是给他守门的，当年项羽都没找到地宫入口。我要是能进去，就这样决定了，我这就去请年假。哎，别想着拒绝我啊！朋友吗？今天是晴天，你先休息休息，天黑我们出发。老板，这些东西要带吗？如果靠这些东西就能进秦始皇陵的话，地宫早就被盗了。说的也是。这都走了3个小时了，还没到吗？到了，不过要等到子时才能找到入口。这里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呀，只是多了一些乱石堆嘛。胡亥要制造始皇帝已经下葬的假象，地宫正门的封石早就放下了，还有几处隐蔽的入口。我知道他日后会入地宫，所以把扶苏葬好后，就把其余几处入口也都封死了。短短几天，老板看上去更单薄了。那条赤龙好像随时都可以把老板整个吞噬掉，总感觉下一秒老板就会在我眼前消失。那个地宫的入口都被封上了，那我们怎么进去啊？始皇帝死后，陵墓还在修建，工匠们知道他们最后会殉葬，所以偷偷挖了一条密道，逃命的时候用。可惜最后殉葬的时候不是生血，这条密道倒是白准备了。那他们在地下岂不是会变成粽子？少看点盗墓小说，喏。这是什么？淮南子有云：随侯之诛，卞和之弊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贫。卞和之弊是和氏璧，这颗便是随侯珠，和和氏璧并称春秋二宝。随侯珠居然跟和氏璧并列，怎么之前没听说过呀？那是因为和氏璧被赋予了传国玉玺的意义，在历史中流传了许久，而随侯珠在正史上只记载到始皇帝时期，便完全湮没了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哇，怪不得要在晴天行动，原来这珠子要用月光反射出一条路啊！那就是工匠们为自己留的后路。老板，我们走吧。好难闻，这是地宫陪葬湿气和水银蒸发的有毒气体吧？早知道应该把防毒面具戴上了。喏，你拿着这个随侯珠，它有辟邪驱秽之效。果然最后还是要靠老板。不过这里的空气对他没影响吗？又窄又陡，好难受啊！
刚刚的密道是工匠逃命用的，没有机关，但接下来就是通往地宫的路，要跟紧我。哎，好。可算是带了件管用的东西。嘿嘿。我们现在走的是哪条道啊？这地宫只有一条主墓道，是安葬始皇帝时开启的。我们现在走的是父母道。终于到出口了。啊！这是好大的兵马俑。这剑是真的青铜剑吧？这里和我上次梦到的秦皇宫一模一样。要跟紧老板。这些都是泥塑的，就像是本来鲜活的场景，被人按了暂停键，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幕。电池，不是说秦始皇陵有千年不灭的长明灯吗？这下糟了。是有的，不过我当年不信那些人鱼膏真能燃千年，所以在离开之前，一个个都熄灭了。这是雅舍里的那根人鱼竹？是的，这根人鱼竹是我当年用地宫里的人鱼膏提炼而成的，就是为了方便照明。最后一次出墓之后，我就吹灭随手放置了。后来流落到了其他人手中，融成了一般的香烛，辗转到了庙里。听了千百年的经文，这根人鱼竹便有了精魂。之后的故事，我都和你讲过了。等等，老板是怎么带着这根吹不灭的蜡烛上飞机的？我记得他最开始的愿望不就是想捣毁这里吗？你怎么还敢带他来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他能做什么吗？好像不能。这里有机关吗？这里的机关已经被我破除了。好漂亮的星空啊！我们这是来到了外面？不，这些星星都是夜明珠。珠怎么了？长明灯都烧起来了！这是金山银海，这是一个按照比例做成的中原地形图。太壮观了！老板，等我！这个人，我在迷雾中见过很多次，他就是大秦帝国的皇太子殿下扶苏。